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力。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測試的這一台科沃斯 Debug T90 Pro。老實說呢，實測下來，我覺得它是2萬元以內這個級距最適合我們的掃拖機器人。對我們頻道的觀眾來說，它最實用的亮點就是支援的 Matter， 你可以直接把它加進去 Apple 的家庭裡面，搭配捷徑去跟其他的智慧裝置一起做自動化的聯動，非常方便。那除了生態系的資源，它整體的硬體規格也給得非常到位，不只給了真正能貼邊打掃的活水洗地滾筒，遇到地上的線材呢、積木或是寵物的飼料，它也會自動辨識，甚至還會把邊刷給收起來，不會越掃越髒。所以我們不在家的時候呢，就可以把它放出來掃地拖地，就不用太擔心了。而且它的機身厚度不到10公分，沙發底下、矮櫃底下也進得去，還會自動開燈清掃，真的很厲害。它有獨家的邊洗邊沖快充技術，回到家裡只要3分鐘就可以補電10%。然後官方說它一次可以掃拖到300坪啊，所以這幾個功能加起來呢，我覺得基本上可以說是在這個價位的天花板了。那今天的內容有一點長，我一樣幫大家分好章節啦。想看哪一段可以直接跳轉。如果你最近剛好在猶豫要買哪一台掃拖機器人的話，這一集看完應該會對你有幫助。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我們現在聊聊對我們頻道觀眾來說最重要的一個亮點，就是它支援的 Matter 協定。Apple 在 iOS 18的時候呢，在家庭 App 裡面終於正式支援了掃地機器人，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到科沃斯的 App 裡面呢，就可以直接把 T90 Pro 加到 Apple 的家庭裡面，它會直接變成一個獨立的智慧裝置。你可以在裡面控制它啟動、暫停，或者叫它回家充電。那你也可以直接切換清潔的模式，像是你要純吸地，還是你想要邊掃邊拖。甚至可以查看目前的電量，通通在家庭的 App 裡面就可以完成，完全不需要打開科沃斯他們自己的 App。但真正可以發揮它價值的重點是自動化。在我們設定好之後呢，我們就可以直接對着 HomePod 說：“嘿，打開掃地機器人”，它就會出來掃地了。或者我們可以更進階一點，搭配捷徑來設定自動化的情境。像是我就設定了，當所有人的手機定位都已經離開工作室，而且大門已經上鎖的時候，它就會自動關閉所有的電燈、冷氣還有窗簾。然後同步讓 T90 Pro 從基站出來開始打掃，這就是有支援 Matter 的好處，它可以直接用 Apple 原生的系統去聯動整個空間裡面的智慧裝置，這個才是我們這些蘋果迷真正需要的直覺體驗。所以呢，光是可以完美融入蘋果生態圈這一點呢，在我心中 T90 Pro 就已經贏一半了。另外，這一台機器本身也有內建語音助手 Echo 2.0， 所以你只要喊一聲 Hi Echo 過來這邊掃地，它就會透過聲音的定位來到你這個地方開始打掃，這一點也是超級方便。好，接下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掃拖機器人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清潔。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用過傳統的掃拖機器人吧，就是那一種2塊圓盤一直旋轉來拖地的那一種。它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就是很容易越拖越髒，因為它在拖地的過程中呢，2塊抹布會一直旋轉嘛。我們可以把它想象成我們拿抹布去擦地板那種感覺。如果它掃到像是那一種不小心打翻的醬油，或是廚房地板上的蠔油這一種比較濃稠的醬料的話，常常一拖過去就會變成均勻塗抹啊，整個地板就越拖越髒了。那 T90 Pro 不一樣，它用的是27公分寬的洗地滾筒，超寬，所以清潔的範圍可以很大。然後它的機身裡面呢，有一排32路會自動噴水的加壓出水孔，所以它跟傳統的圓盤式或者是其他洗地機那一種把水慢慢滴在拖布上的方式不太一樣。它像是拿着這個增壓的水槍，用水柱去均勻的沖洗整個滾筒。那你在拖地的時候呢，它會讓滾筒用3800帕的力量往下加壓，用力去貼着地面摩擦。然後它機身裡面有雙層的刮板，所以它可以一面在拖地的時候呢，一面就把髒水給刮下來了，然後直接吸到機身裡面去回收，這樣就可以有效避免越拖越髒的情況發生了。好，運作的原理大家應該可以理解了，但是它在實際拖地的時候，是不是真的可以這麼理想呢？所以我為了要測試它的表現，就直接在工作室的地板上面抹了一坨非常濃稠的蠔油。大家可以看到，當 T90 Pro 壓過去的時候，就可以直接把蠔油捲進去滾筒裡面。那在井字形走過一次之後呢，地板就真的被擦乾淨了，還蠻厲害的。這個就是活水洗地的優點，它只要一直往前拖，就可以持續的把髒東西帶到機身裡面，不會一直在地板上面到處抹得亂七八糟。那這些一面在拖地的時候，一面刮掉的髒水會跑到哪裡去呢？那其實 T90 Pro 的機身裡面有一個污水盒，所以機器在回到基站去清洗拖布的時候，那這個污水盒呢就會用內建的螺旋槳去清潔，用每分鐘5000轉的速度去刮洗這個污水盒的內部，然後把髒水去抽回到基站裡面，連手都不用動，它就自己處理好了。而且 T90 Pro 洗拖布的方式很不一樣哦。傳統的掃拖機器人在清洗拖布的時候，會在拖盤上面放一些水去清洗拖布。那拖布如果乾淨就算了，那拖布髒的話呢，就只會越拖越髒。
跟我們傳統去洗拖把是一樣的。但 T90 Pro 呢，現在會用基站的熱水搭配機身的高壓水泵去沖洗拖布，而且流出來的髒水呢也會馬上就排掉。這感覺呢就像是你把抹布拿到水龍頭下面一直洗那種感覺，地板才會擦得乾淨。好，那看完了拖地，我們來看掃地的部分。T90 Pro 的規格給的也不錯，直接拉到3萬帕的靜態吸力，要加上每秒16公升的進風量。你可以把它想象成3萬帕決定了機器的拔塵力，就是呢它負責會把卡在地板上面或是地毯裡面的灰塵，或是比較小的這些碎屑給拔起來。那每秒16公升的高風量呢，代表的是搬運力，它可以在灰塵拔起来的時候呢，用很強大的氣流吸到你的集成盒裡面。所以簡單來說，真空度就是來決定它抓不抓得起灰塵。那風量呢，就是決定它吸不吸得快啦。不過呢，這些都是官方的數據嘛，我們還是要看一下實際的使用情況。所以我把一般家裡頭最常出現的貓砂、零食的碎屑，還有我們工作室裡面常掉落的小螺絲放在一起做測試。結果大家可以看到，透過它超強的吸力，它走過去的地方呢，顆粒被吸得很乾淨。那我們打開成盒也可以看到滿滿的戰利品，完全不用擔心吸力不夠的問題。另外 T90 Pro 的滾刷呢，還有防纏繞系統，包含了主刷跟邊刷都是，它都有做特殊的靜電跟氣流的設計。我們為了測試它的極限呢，所以準備了一些長頭髮，讓這些長頭髮呢散落在地板上。那掃完之後呢，我們直接翻過來看底部，那主刷上面還真的沒有頭髮卡在滾刷上面，代表它的防纏繞設計是真的有用的。所以我們以後呢，大概可以省下很多蹲在地上拿剪刀去清理那些惡心毛髮的時間了。不過雖然它的防纏繞做得很好啊，但比較可惜的是它沒有外擴的設計，所以我們在垂直90度的邊邊角角呢，就算掃完了，多多少少還是會留下一些屑屑。如果下一代產品可以針对邊刷做升級，那就更完美了。那 T90 Pro 的避障能力也很厲害，像我們 Apple Fans 的工作室這種環境，地板上最常出現的就是各種電線、延長線，還有散落的燈架跟腳架。那以前用掃地機器人呢，最怕就是它捲到線直接卡死，或者一直去撞到腳架，然後把腳架拖倒。但 T90 Pro 的避障真的是很強啊！為了實測它的極限，我們直接在工作室裡面擺了一個障礙賽道。我們在地上先放了一個圓柱形的筒子，然後還有很容易被掃地機器人撞來撞去的攝影機腳架跟燈架。而且我還丟了一條8孔的延長線，跟一條黑色的 USB-C 傳輸線，還外加一顆連着線的2萬毫安時的行動電源，跟一些散落的貓砂。那通常掃地機器人遇到這種滿地線材跟腳架的狀況呢，大概是直接捲進去，然後就卡死在半路上了。但 T90 Pro 實際跑一趟下來，它不只可以繞着新型的腳架去掃地，它連 C 架的這個3個角呢，都可以精準的繞着去移動。那遇到最容易卡死的傳輸線跟行動電源的線呢，它都有成功辨識出來，完全沒有發生硬去碰撞或是捲線卡死的情況。然後它最後呢就把貓砂給吸掉，真的是非常厲害啊！那為什麼可以判斷的這麼準確呢？其實是因為它搭載了科沃斯他們自己研發的 IVY 3D 萬物演變技術。它不只是一顆純粹的鏡頭而已哦，它還搭配了雙線交叉的結構光。我們從夜視鏡可以看到，它是用2條雷射光來判斷這些家具或是線材的立體輪廓，所以才可以這麼輕鬆的保持貼邊的精準度。那除了線材跟腳架，它這一次也加入了自動辨識髒物的功能，像是家裡頭如果你有養寵物或是養小孩，地板上一定常常會有散落的積木、寵物的飼料，或是不小心打翻的飲料或是咖啡。那 T90 Pro 呢，只要看到這些比較大的顆粒或是濕濕的這些髒污，它不只是會繞過去而已哦，它還會自動把邊刷收起來，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它邊刷收起來的話，就不會把積木或者飼料給打飛，或是把飲料攪得到處都是啊。那它偵測到直線的牆壁或是家具的邊緣的時候呢，它的滾筒呢會直接往外延伸出去，然後貼着邊緣去拖地。那這個可以伸出去的設計，再搭配活水洗地滾筒，就可以把牆壁的邊緣拖乾淨。好，再來它的機身厚度也很薄啊。市面上的滾筒洗地機，因為內部的零件比較多，加上頂部呢通常都會凸起一顆雷達塔，所以它的高度都會在11公分、12公分上下，很多矮的沙發根本進不去啊。但 T90 Pro 呢，把這個 DToF 的雷達做成全嵌入的設計，把機身的厚度壓到只有 9.5 公分。像我們的工作室這種比較矮的櫃子，以前的掃拖機器人呢，因為頭頂上那個雷達，所以有卡住進不去嘛。那現在用 T90 Pro 剛好就可以鑽進去，而且就算櫃子底下很暗也不用怕，它還有自動補光燈啊，可以加強它在黑暗裡面的物體辨識能力。那另外官方說 T90 Pro 有機械式的4輪驅動結構，它可以跨越最高4公分的複合式門檻，但我們工作室沒有門檻嘛，沒有辦法測試，所以我就拿了幾塊木板給疊起來讓它跑。那實測下來呢，它確實可以很穩的跨過單層的門檻。那如果是多層的情況，它就會把輔助輪給伸出來，幫忙去跨越。所以如果家裡頭有小門檻的朋友呢，我們不在家的時候也不用擔心它會卡在門口進不去了。最後補充一個很實用的細節，這台機器呢，在第一次跑全屋建圖的時候，它就會自動分辨地毯的位置。
然後會用這種紫色的網格呢，把地毯區域明確的標示出來。所以當它實際掃到這一塊地毯區域的時候呢，它就會自動把洗地的滾筒抬高給收起來，就不會弄髒地毯了。如果你擔心的話，我們也可以在 App 裡面開啟先清潔地毯模式，它就會先清潔地毯，清潔完之後呢，才會去弄濕拖把，再出去外面拖地。那剛剛我們提到 T90 Pro 有3萬帕的大吸力嘛，但是吸力越大，耗電一定越快啊。所以如果家裡的坪數很大，機器人想要把全家掃過一次，一定會在半路回去充好幾次的電，浪費很多時間。那 T90 Pro 不一樣，它直接提升了充電的速度跟電池的規格。它現在有全新的快充技術，然後換上了跟電動車同等級的電池啊。官方說，它只要利用回去洗拖布的空檔，搭配它獨家的快充技術，就可以在3分鐘快速補10%的電。這感覺很厲害，等於說洗完拖布就可以直接出來掃地，不用等它充飽電了。那我們當然要來驗證一下嘛，我們把機器的吸力跟出水量都直接開到最大，讓它出去掃，然後等它回來洗的時候，我們計時一下。實測下來呢，它確實可以在3分鐘左右把電量就充回了10%，也就是說，這種補電的速度就可以大於它的耗電的速度。這代表它以後在打掃的時候就不用擔心它掃到一半沒電了。所以就算你家有上百坪的空間，也可以直接把吸力跟水量開到 Max 最大的檔位去掃都沒有問題。最後我們來看基站，這個也是決定這台機器人到底好不好維護的關鍵啊。首先是清潔液的部分，以前我們每次用這種掃拖機器人換水的時候，都要在那邊算比例去手動加清潔劑嘛，真的麻煩，用過的都知道。但 T90 Pro 的基站現在支援了自己添加清潔液，也就是說它會自己去抓比例幫你加進去，所以我們只要把原廠的清潔液倒進去一次，之後好幾個月你都不用再管它了。這對於像我這種懶人來說真的是非常感動啊。再來是它還可以解決你臭味的問題，它有2個關鍵的功能：熱水洗跟熱風烘乾。如果你用過傳統的掃拖機器人就知道，那個抹布用不到幾次，味道真的很恐怖啊。但 T90 Pro 呢，這次在基站配備了智慧控溫的熱水清洗，它會針對你拖布的髒污去自動調整水溫，最高可以到75度，這個對溶解油垢跟抗菌非常有效。那洗完之後呢，官方說它還會直接用抗菌等級的63度的熱風去把拖布烘乾。老實說呢，我以前每一次用完掃拖機器人，就一定要把拖布拔下來，然後拿去曬，不然慢慢的就會有那種發霉臭酸的味道。現在有了熱水清洗，再加上烘乾，真的會比較乾淨。而且除了不用自己洗拖布，它基站的底盤呢也有做抑菌防臭的設計，官方標榜它的清潔槽可以達到150天免維護，但這個我只能等到我用了150天之後才可以跟大家分享啦。好，最後呢，這個基站有分一般水箱版跟上下水版。如果你家裡裝潢有預留管線的話，我其實還蠻建議參考上下水版的，因為不用裝那個2個大水箱，它的基站高度跟體積直接縮小了將近40%，更容易放到櫃子裡面。而且連補清水跟排污水都自動化了，完全不用動手，這個才是真正的智慧裝置啊！好，我簡單總結一下，以不到2萬塊的預算，買到可以貼邊拖地的活水洗地滾筒，吸力超大的大風量，不用動手割頭髮的防纏繞設計，不會卡到線亂撞家具的導航雷達，再加上一個可以幫你處理好髒水，幫你自動補充清潔液，還有熱風烘乾的全能基站，它確實解決了過去掃拖機器人最讓我頭痛而且放心不下的幾個大問題。所以如果你最近想要一台拖地強又不想要花太多時間在後續保養的機器，那這一台不到2萬塊的 T90 Pro 確實可以參考。好啦，今天分享到這邊，如果你對 T90 Pro 還有任何的問題，或是對智慧家庭的自動化有興趣的話，那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我是威力，我們下次影片見啦，拜拜。